我是顾家的小公主，本来我会过上所有人羡慕的生活，可是这一切都被姗姗来迟的养女给破坏了，害我被赶出家门，无家可归。我的未婚夫是京圈太子爷，可我的好妹妹却把他的魂都勾走了。至此，没有人再关心我了。好，都这么完是吧？那我选择发疯。既然你背叛我和养女在一起，那我当你妈不过分吧？妈妈的好蛋，妈妈来啦！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顾思思，你还欺负芊芊！顾母大吼一声，心疼地向顾芊芊望去。这种情况，这2年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。2年前，顾芊芊用同样的招数获得了全家人的关爱，而我被一家人唾弃的开始。你只要离开这个家，我就放过你，如何？顾芊芊在我耳边小声说道：“这里是我家，养女终究是养女，登不上台面。”我倔强地回答。顾芊芊也不生气，满脸笑意地看着我。突然，顾芊芊哎呀的一声，向后面的楼梯倒去。全家人急忙查看顾芊芊身上有没有伤。我的未婚夫林岩也在现场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：“顾思思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”我没事，姐姐也不是故意的，是我没站稳。顾芊芊恰到好处地拉了拉林岩的衣角，林岩赶忙抱起顾芊芊，就急忙地往医院方向去。回来再收拾你。顾父顾母厌恶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去追林岩了。没有一个人听我解释，也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，包括我最爱的男人。这2年，我无论怎么防备他，可他都能找到机会污蔑我。我有感觉父母的耐心已经要用完了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证明我清白的机会。姐姐还不想搬出去吗？顾芊芊问。你又要闹什么幺蛾子？我皱眉看着顾芊芊，她举止优雅地拿起了我桌上的美工刀，仿佛她才是真正的顾家大小姐。你说，如果爸妈知道了你用刀划伤我，他们会怎么做？顾芊芊说完，没有一丝犹豫地用美工刀划向他的手臂，鲜血瞬间涌出，滴在地板上，滴答滴答，一滴滴血落在地板上。那鲜红妖异的印记，如同我的催命符一般，多看一眼就会将我拉进属于他的地方。啊！顾芊芊的一声尖叫，把所有人都吸引上来。顾父看到那刺眼的红色，不问缘由地打了我一巴掌。你是疯了吗？平时小打小闹都算了，你这次居然动刀！顾父对我吼道：“不是的，都是他自己划的，不是我。”我拿出手机，欣喜地播放刚刚录好的视频，刚刚发生的一切展现在他们的面前。我以为我会洗刷冤屈，可顾父用行动告诉我，我错的有多离谱。连视频都没有看，就给了我一耳光，把我扇倒在地。最后，全家人又风风火火地送顾芊芊去医院。我读懂了他的意思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我，他们只相信他们的养女顾芊芊。我心里最后一丝侥幸也荡然无存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双目无神，脸上的痛不及心里的一丝一毫。我彻底死心了。这2年来，我被顾芊芊欺压，背上了小偷、霸凌者、不希望家里一切安好的罪名，到现在又多了一个谋杀妹妹的罪名。我拿出电话，拨通了林岩的电话。你在哪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现在在医院。顾思思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是想害死芊芊才能让你高兴吗？我没有，你们怎么不能相信我一次？我大声吼道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好了，顾思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完了。林岩相说完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嘟嘟嘟。
我呆滞地放下手机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我喃喃道。这一刻，我心里剩下的一点的爱情和亲情也被磨灭了。欢迎光临。电子音响起，我习惯性的抬头，却看见了我最不想见到的两个人。看来你日子还是过得挺滋润的。顾芊芊边走边到处打量，托你的福，只能在外面开个小店。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我的前男友也在，他现在看着我的眼神带有一丝内疚，但很快就被嫌弃沾满。可惜呢，自从姐姐离开家后，都没能吃到姐姐亲手做的甜点了，好怀念啊！顾芊芊随手拿起一块糕点，咬了一口，呸的一声吐在了地上。如果不买，请你出去。我忍着脾气跟她好好说，今天呢，我只是来告诉姐姐的。她拉起林岩的手，我们正式的在一起啦，马上就要去蜜月旅行啦，请姐姐祝福我们。我额头青筋暴起，眼眶微红，但也无可奈何。现在的我只想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。滚！你们给我滚！我努力控制不让自己哭出来。顾芊芊想要看到的就是我的无能狂怒，她开心地笑了。走啦，姐姐，希望我们回来还能来到店里吃你做的糕点。顾芊芊愉悦地拉着林岩走出店门，扬长而去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眼泪很不争气地流出，随后把甜品店里打扫干净。下午，我的小店也挤满了人，我忙着收钱，乐此不备。突然，一位客人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，引得众人不禁慌乱起来。快打120！所有人都在看戏，等到医生赶到，安慰大家，只是轻度食物中毒，大家不要恐慌。随后就把人抬到救护车上。顿时，所有人都盯着我看，我慌乱地解释，可没有人听。等等，大家听我说，我这里有监控的，是不是我店里的甜品让他中毒的？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。我快步来到显示屏旁，调出监控，可顾客们并不买账。他还不是在你店里试吃了蛋糕，这你怎么解释？你这是在谋杀！败类，打死他！食客们刚刚买的蛋糕纷纷丢到我的身上，随之而来的还有顾客们的骂骂咧咧。我没有，你们听我解释。不管我怎么辩解，他们都不肯放过我，直到把我店里弄得一塌糊涂，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去。原来满满当当的小店只剩下我一人，我默默地收拾残局，手颤抖着拾起地上的小蛋糕。欢迎光临！机械的电子音提醒我，欣喜地抬头，以为是食客愿意相信我。你好，我们是卫生局的，经广大人民群众举报，你店生产的甜品不合格，无限期停止开业。几句冷冰冰的话语把我打入无底深渊，最后我只能把店铺转让，才勉强地给了赔偿。我终于忍不住坐在地上放声大哭。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我明明都不跟你争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才摇摇晃晃站起来，眼里不再是迷茫，取代他的是一抹坚决。爸，我们旅游回来了。林岩推开门喊道，这次芊芊就住在家里了哈，反正都要结婚了。林岩边换鞋子边说，好玩吗？还在玄关的两人如同触电一般，猛然向声音的源头看去。顾思思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主人林岩还没质问，顾芊芊就忍不住呵斥，她害怕我抢走她这来之不易的一切。哟，这是谁家来的泼妇？真是脏了我林家的风气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你说什么？顾芊芊气得浑身发抖，从来没人这么称呼她。呵，就这么听不得别人这样说你？这是林家，不是你顾家。你以为别人还要捧着你吗？
别人叫你小公主，你就真的是公主了。你个地缸子！我不屑地看他一眼。顾芊芊彻底炸毛了，准备扑上来和我动手。林父听到动静，也从房间里出来。顾芊芊顿时从一个泼妇变成乖乖女。叔叔好！顾芊芊甜甜地叫了林父，她要把自己的人设建立起来。可我这么会让她如愿？我装作害怕的躲在林父背后，指着顾芊芊：“他要打我！”林父的眉头皱了起来，眼神不善地看着顾芊芊：“林叔叔，我没……”顾芊芊还没说完，就被林父打断了。“回来了。”林父瞥了林言一眼，就坐到了我的旁边。“爸。”林言脸色难看。“哦，对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你们顾阿姨，是爸爸刚刚娶进门的妻子。”林父拉着我站起来，走到林言面前。顾芊芊瞪大眼睛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我。“叔叔，您知道这是我的姐姐吗？”“知道，反正你只是个养女，你们之间又没有血缘关系。”林父把养女二字咬得很重。“林叔叔，你不能娶她呀，她不是好人，她是……”“够了，你再叫我做事！”林父的脸色已经黑得不行。而习惯抹黑我的顾芊芊压根就没注意到。“林叔叔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不知道姐姐的品德。”顾芊芊还没来得及说完，林父发火了：“滚！你给我滚！你一个外人，为什么要左右我的终身大事？连林言都不反对，你在这里说什么？”林父指着门口，愤怒地注视着他。顾芊芊才发现情况不对劲，想要解释，但林父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，直接让人把顾芊芊赶了出去。我冷眼注视着这一幕，嘴角微微扬起，但我知道顾芊芊不会放弃的。“我的好妹妹，咱们来日方长，放开我，放开！”顾芊芊过惯了众星捧月的生活，现在居然被人赶了出来。林言也追了出来，连忙让人放开顾芊芊。“林言，你爸什么意思？”顾芊芊质问起了林言。“你就不应该当着我爸的面说这些的。”林言也是一脸烦闷。“等明天吧，我去安慰一下他。你明天给顾思思道个歉。”林言叹气：“什么？让我给那个贱人道歉？不可能！”顾芊芊彻底炸毛了。“如果你不道歉的话，这辈子就别想进我家的门了。”林言被顾芊芊吵得头疼，最后顾芊芊还是服软了。第二天，顾芊芊很早就来到了林家，手里还拎着一盒茶叶。“林叔叔，昨天是我不对，我给您带来了茗茶，你尝尝。”顾芊芊微笑着，完全没有昨天的泼妇样。林父瞥了他一眼，冷哼一声：“昨天不是叫你别来了，而且你冲撞了我的夫人，你不给她赔礼。”顾芊芊听到后，脸上的微笑有点挂不住。“怎么办不到？”林父质问。“姐姐，对不起。”顾芊芊咬牙切齿地给我道歉。“你叫他姐姐，那我岂不是你姐夫？林言岂不是要叫我大哥？”林父说道。一旁的林言脸都黑了。“这都是什么跟什么？顾阿姨，昨天冲撞了您，现在给您道歉。”顾芊芊低下了头，不想让别人看到她那气得发绿的脸。“林言，跟我上来！”林父喊了一句，便走上楼。一瞬间，客厅里就只剩下了我和顾芊芊。“顾思思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林言他爸都多大年纪了，你都还下得去手？”顾芊芊忍不住了，暴露了他的本性。这不是被人欺负惯了，想找一个靠山了。真不好意思，一找就变成了你的长辈。对待长辈，你一向温温柔柔的，不知道我这个长辈能否让你温柔对待？我轻笑一声，喝着顾芊芊拿来的茶叶。“你别太得意，你对于林叔叔来说就是一个玩物。”顾芊芊咬牙切齿道：“至少我被遗弃之前，还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。你的长辈还有可能是你未来的后妈。
你能不能进门，我也是有决定权的。我笑道：我们走着瞧。当初你让我选择，现在我也给你一个选择。我不想看到你，你搬出去吧。你不答应也没问题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搬出去。毕竟这里可不是顾家，我可没想顾芊芊搬出去。搬出去那有多无聊啊！这时，林父和林岩从楼上下楼，顾芊芊见状也不好再发作。怎么样，跟你顾阿姨赔礼道歉了吗？林父问道。林叔叔，我已经跟姐姐认错了。顾芊芊僵硬着回答。哼，还叫她姐姐？你要不叫我一声大哥，是不是小妍也要叫你阿姨？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关系，现在她是我妻子，就是小妍的后妈，你们的长辈。林父不满道。顾芊芊彻底笑不出来了，还是林岩上前来打圆场。我们先吃点东西吧。我们边吃边聊。林岩陪笑道。我轻轻点了点头，缓缓拉着林父的走向餐桌，挑衅地看着顾芊芊和林岩。顾芊芊看到后阴沉着脸。随着剩下二人落座，餐桌上陷入了沉默，气氛变得压抑。怎么，不喜欢和我一起吃饭吗？我问道。没有，刚刚只是想到了不好的事。顾芊芊挤出一个比哭都还难看的笑容。你们这次来又为了什么事？林父问道。爸，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芊芊搬进来和我们一起住。林岩回道。搬进来住可以，但是要遵守我们家的规矩。林父继续说道。见林父同意，顾芊芊顿时眉开眼笑，还不忘给我一个挑衅的眼神。我也笑了。他不知道他住进来会遭受什么，希望到时候他还能笑得这么开心吧。叔叔，我一定会遵守家里的规矩的。顾芊芊急于表现，当场给林父表了率。好好好，那我便给你说说我们家的规矩。我们家的规矩很简单：第一，尊敬长辈；第二，为人要正直；第三，不能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。好的，林叔叔，我知道了。顾芊芊连忙点头，这一切对她来说很简单，毕竟表面工作谁都会做。那好，以后你顾阿姨还得你多多照顾，林岩也和你顾阿姨好好相处。林父满意的点点头。顾芊芊的笑容消失了，笑容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是转移到了我的脸上。吃完饭后，顾芊芊开始了她的绿茶攻略，只不过这一次的攻略目标换成了我。顾阿姨，请喝茶。顾芊芊拿着茶杯递给我，林父在一旁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我假装接过他递过来的杯子，手却直接松开茶杯，杯子掉到了地上。哎呀！我大叫一声，连杯茶都端不稳。你干什么吃的？林父大吼道，然后急切地拉着我的手。没烫着吧？我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没事。林父又看向顾芊芊，这种事再出现第二次，你就自己离开吧。顾芊芊一双手捏成拳头，隐隐约约看见青筋暴起，但脸上还是挂着强行挤出来的笑容。我知道了，林叔叔。林父和林岩没待多久就去公司了，家里只剩下我和顾思思。林家父子走后，他松了一口气，怨恨地看着我。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有你？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？在顾家是这样，我好不容易逼走了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为什么？顾芊芊大声地喊道。顾芊芊从始至终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公主命就别有公主病。本来我都打算平凡地度过这一生，结果你并不满足，想要让我前途尽毁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们没得谈了。我一脸轻松地望着他，和他的气急败坏形成了对比。哈哈哈哈，都是我的。顾思思，你觉得你一个手下败将能赢我吗？我才是最后的赢家。顾芊芊逐渐癫狂，然后摔门而出。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久久不能回神。原来我也是有个很幸福的家呀。小时候，顾芊芊刚来顾家的时候，作为姐姐的我很关心这个初来乍到的小妹妹，可她的到来是我的噩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被区别对待，父母再也不会听我的解释，只有无止境的谩骂。慢慢的，我变得麻木，但我还在幻想着他们还是爱我的。直到那天，我的幻想全部破碎，他们的话将我定入深渊。那次是顾芊芊被一辆速度并不快的小车撞倒，而我刚好路过，就叫了救护车，把顾芊芊送到医院里。父母来到医院的第一件事，不是询问顾芊芊伤得怎么样，而是一巴掌打在我的脸颊上。你是不是扫把星啊？每次芊芊和你在一起就要出事，你是专门克她的吗？是不是把她克死，然后把我和你妈全部克死，你才会开心？我看着顾父眼神里的淡漠，辩解的话卡在喉咙里面出不来，仿佛我才是一个外人，自始至终我都是在自导自演罢了。那天我不知道怎么回到家的，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木讷地走进房间，扑到床上大哭。那天开始，顾思思死了，只剩下一具行尸走肉。我抹掉了眼泪，站起来关上了门，然后走到日历旁。我亲爱的爸妈，很快我们就能见面了。日历上有一个红圈，里面标注的是订婚日。顾芊芊和林岩的订婚日期是在8月中旬。在8月初，顾家准备了一个盛大的酒会，邀请了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一个小小的顾家没让他们放在心上，但林家可是霸主级别的，林家也是这次事件的主人公，所以这次的酒会必然会座无虚席。哎呀，杨总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！雷总，您客套了。顾父一时风光无限，他只是个小人物，现在这么多大佬祝贺他，心里都是飘飘然的。我挽着林父的手下了车，我穿了一件紫色的礼服，这是林父严格要求的。刚走进门口，顾父闻着味就过来了。亲家，你来了，快请进。顾父话还没说完，就看见了挽着林父的我。你来干什么？顾父顿时垮下脸来。哦，她是林家的女主人，她不够格。我还没开口说话，林父已经开始霸道护妻了。没有没有，请进请进。顾父迟疑了片刻，又摆出了一副笑脸。出了顾家，居然不要脸地绑上了林总。别说她是我的女儿，我和林父刚走进去，顾父就在和顾母小声嘀咕起来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一瞬间，我的心里宛如刀割一般，让我喘不上气。虽然已经听过无数这样的话，但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怎么可能会不在意？今天的顾芊芊装扮得很漂亮，酒会上的窃窃私语也都是讨论顾芊芊的。各位来宾，很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次的酒会。顾父说了几句客套的话，就匆匆地赶到林父所在的位置。我和林父早就分开了，现在围着我的是一堆亲戚朋友。自从顾芊芊来到顾家以后，我就是一个小透明，现在他们都围着我，想都不用想，这就是顾芊芊的手笔。思思啊，你和那个林总是什么关系啊？思思，听说你家都没回了，就住在那林总家里了。思思，就在亲戚们问得正起劲的时候，顾芊芊和林岩来到我的旁边。各位叔叔伯伯们，你们这样问姐姐，姐姐肯定会不高兴的，所以我们就不要问这个话题了。顾芊芊这一番解释，看似为我解围，实则坐实我绑上林家的大腿，让亲戚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开始窃窃私语。怎么，在家里没警告过你？我现在是你的长辈了，你叫我姐姐，你应该叫我顾阿姨。我看着顾芊芊问顾思思，
你不要到处乱说！”顾芊芊喊道。我没管他，看向他身旁的林言：“你呢？不愿意认我这个后妈吗？”林言红着脸，也反驳不了什么，毕竟我说的也是真的。林言的反应让顾芊芊更加生气，但她也不敢责怪林言。哎，思思，你为什么会去找林总啊？顾家生活不是挺好吗？一位亲戚问，其他人也是好奇地盯着我。这就得多亏我的好妹妹把我赶出家门啊，要不然我都去不了林家呀，过不了如此幸福的生活呀。我漫不经心地说。周围的所有亲戚都带着鄙夷之色看着顾芊芊，其中有不少人知道顾芊芊就是一个养女，而林言是我曾经的未婚夫。一个养女真把自己当主人了，还抢别人男朋友。关键是他父母居然不管，看来他父母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这些亲戚都想绑上林家的大腿，所以矛头全部指向顾芊芊，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多，不知道真相的人也纷纷前来吃瓜。不一会，我们这里就是整个酒会的焦点。顾芊芊见越来越多人围了上来，心里也就越发慌乱，也在想着破局的办法。越来越多的人对着他指指点点，顾芊芊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她选择用百试不厌的方法，请今天的主角林言先生和顾芊芊女士上台。顾芊芊眼前一亮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顾阿姨，我们一起去吧。顾芊芊挽着我的手，根本不怕我拒绝，因为这种场合双方父母还是要陪同的。好，我任由顾芊芊挽着我向前走去。哎呀！只听尖叫一声，周围的人反应过来后，顾芊芊已经摔倒在地。顾阿姨，我敬您是长辈，很多事我已经让着您了，可您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让我出糗呢？顾芊芊说的那叫一个生动，再搭配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激起别人的保护欲。很快，周围的人开始指指点点，但指指点点的对象不是我，而是倒地的顾芊芊。我看到了，林夫人都没有推她，是她自己摔倒的。这女的好有心机呀！顾芊芊懵了，结局不应该是这样。顾芊芊，你觉得他们敢得罪林家吗？我不屑地看着她。顾思思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人未至，升仙道。对于顾芊芊这样的宝贝女儿，顾父可是捧在手心里。看着推开众人暴怒的顾父，我的眼神更冷了。顾父来到我面前，不由分说的就抬起手往我脸上抽来。随后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我捏住顾父的手，还给了他一耳光。你敢打我？顾父不可置信地问。顾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行为，在你没有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，请不要动手动脚。我警告道。顾思思，你就是这样对你家人吗？顾父知道不是我的对手，就打起了亲情牌。顾先生，请叫我林夫人。在他们放任顾芊芊肆无忌惮地污蔑我、欺负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就没有亲情可言。怎么回事？林父来到我身旁，询问着。林叔叔，都是芊芊的不好，芊芊是自己摔倒的，不关顾阿姨的事。顾芊芊见林父到来，才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。听到这话，周围的人又开始窃窃私语了。林父也从三言两语中明白了事情的经过。顾芊芊，你就是这样对待长辈的？林父冷声道。林叔叔，是芊芊的错，是芊芊自己没站稳，不关林阿姨的事。顾芊芊故意地擦了擦眼泪。爸，算了吧。林言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哭得梨花带雨，瞬间心疼了。滚一边去！现在还会胳膊肘往外拐了。林父没好气地瞪了林言一眼，林言缩了缩脖子，乖乖地站到了一边。林父对着酒店经理招了招手，
酒店经理立马走到林父跟前，去把刚刚的监控调过来，直接放到大屏幕上。我不偏袒任何人，林父命令道。酒店经理点了点头，立马去监控室调监控去了。毕竟很多人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听到这话，顾芊芊脸色立马变得苍白，怪自己太过着急，居然忘了有监控摄像头。监控视频放出来后，自己不就身败名裂了吗？还没等顾芊芊采取行动，大屏幕上就出现了刚刚的画面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大屏幕上。只见顾芊芊挽着我的手往前走，突然顾芊芊手一松，自己跌倒在地，然后就出现了刚刚的画面。了解到真相的观众们看顾芊芊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又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原来他是这种人啊，连林夫人都敢碰瓷，顾家要完蛋了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差点被他的演技骗了，真是有一手好茶艺呀。我还听我女儿说，以前顾芊芊还霸凌同学，仗着自己家世好，有好几个女同学都被她弄退学了。反正这个顾芊芊不是什么好人，就是一个绿茶。你看她以前在学校里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。周围知情的人纷纷爆出顾芊芊以前的黑料，让人们看顾芊芊的眼神越来越嫌弃。啪！全场再次陷入安静。你打我？顾芊芊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以前在家里，她可以随时随地欺负的姐姐，什么都会让着她的姐姐。她觉得懦弱的姐姐，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了她，怎么感觉不真实？这是你欠我的。说完，我又打了她一巴掌。顿时，顾芊芊如同发了疯一般，有一种想和我同归于尽的架势扑了上来。我侧开身，伸出脚绊了她，让她摔了个狗吃屎。看着出糗的顾芊芊，不知道是哪一位带头，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。林岩看着半天爬不起来的顾芊芊，赶忙上去扶起顾芊芊。我看到这一幕，不禁鄙视着林岩，还小声地吐槽的一句：“舔狗。”顾先生，我觉得订婚就算了吧，毕竟我希望的儿媳妇是一个会尊师重道的人，而不是像令院不符合我的标准。还有林家和顾家的合作就算了吧，贵公司的人品我不是很相信。林父说完，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。顾父没办法接话，只能赶忙上前跟我和林父道歉。林父罢罢手，眼中流露出不耐烦。顾父这才放弃，只能恶狠狠地看着顾芊芊，最后转头离去。听着周围的人议论顾芊芊，把顾芊芊的作恶史都扒出来。林岩复杂地看着顾芊芊，最后什么都没说，就逃离了现场。顾芊芊哭了，看着溺爱自己的父亲和曾经心爱的人也离自己而去，真心实意地哭了起来。顾父一门心思想利用自己的女儿攀上林家，可林间没攀上，成了别人饭后闲谈的笑柄。为了明哲保身，他选择抛弃顾芊芊，就如当初被他赶出家门的我一样。当初我能自食其力，带着一点积蓄能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下去，可顾芊芊可没有什么所谓的积蓄，她早就适应了大手大脚的生活，从俭入奢易，从奢入俭难。顾芊芊被赶出门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她的好闺蜜们。她想着让闺蜜们养她几天，顾府心软了，就会让她回家了。可她所谓的好闺蜜连门都没让她进，有敷衍她的，有谩骂她的，就是没有收留她的。为了面子，她如同一个泼妇一般，站在人家门口和她的好闺蜜骂街，最后被保安丢了出去。走投无路后，她拨打了林岩的电话：“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”顾芊芊绝望了，在大街上摔了手机。
还破口大骂林岩：“你个王八蛋！”不出意外，顾芊芊上了热搜。我看着手机推送的新闻，某女子在商业街破口大骂，疑似被渣男甩掉。我看得正精彩的时候，家里就来了不速之客：“思思啊，你就跟爸爸妈妈回家吧，爸妈不能没有你啊。”顾父苦口婆心地说。顾母在一旁抹眼泪：“顾先生，请叫我林夫人。如果顾先生和顾夫人是来做客的，我很欢迎。但如果带有其他目的，那就请回吧。”我下了逐客令。我和你妈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这样回报我们的？顾父站了起来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我。啪！我拍桌子站起来，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到顾父和顾母。你们还知道我是你们亲生女儿？我被顾芊芊欺负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她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们早就不管我了。你们真正在乎的是顾芊芊，你们在乎过我吗？我越说声音越大，最后2句基本上是吼出来的。顾父顿时哑口无言，顾母则是泣不成声。王叔，请他们出去吧。我转过身，不再看他们。2位，请吧。顾父和顾母欲言又止，最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林家，调整了一下状态。我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：“好妹妹，我来了。”如今的顾芊芊已经是发展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了。在她的众多好朋友拒绝帮助她后，她只能在街上发疯：“臭婊子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做些偷鸡摸狗的事？”男人扇了顾芊芊一巴掌，然后拿回了自己的东西，潇洒走人。顾芊芊尝试过去找工作，一旦有人心软，给了她工作，都会有人来闹事，只能辞退顾芊芊。所以顾芊芊名声扫地，为了安宁，谁都不敢招顾芊芊当员工。至于大公司，顾芊芊也去尝试过，但都是让她回去等消息的，随后就把她的简历丢到垃圾桶里。顾芊芊没有流泪，她眼神空洞，已经在崩溃的边缘。忽然，一个面包出现在他们视线里。顾芊芊已经饿了1天了，她也不管面包的来历，抓起只知道往嘴里送。她狼吞虎咽之后，才看向给她递面包给她的人：“顾思思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已经如愿以偿了，专门来看我笑话的吗？”顾芊芊咆哮道：“我只是看你是我以前的妹妹，可怜你罢了。1天没吃东西了，还想吃吗？”我拿出一个汉堡，在她面前晃了晃：“给我，你给我。”顾芊芊伸出手想抢过来：“想吃就求我吧。”我收回了汉堡，等待着她的选择。你，顾芊芊十分挣扎，可最后被饥饿打败了。“姐姐，求你给我吧。”顾芊芊放下了她最在意的脸面。我冷笑一声，把汉堡丢在地上。顾芊芊迫不及待地捡起来，撕开包装吃了起来。“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”我嘲讽道。“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吗？”我问道。你……顾芊芊气急败坏地扑上来，她已经没有了理智。我那能让她如愿？她才起身就被保镖拉住。我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不一会，精神病院的医生来找我交接。“我的好妹妹，姐姐给你准备的这一切，你要好好的享受哦。”我摸了摸她的脸，微笑着：“不，我错了，顾思思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你放过我！”顾芊芊大喊。她也知道进了精神病院的后果是什么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你没给我留活路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留活路？最后，不管顾芊芊的喊叫，顾芊芊还是上了前往精神病院的车里。我想，她会喜欢那里面的吧。“你要走了？”“对呀，顾芊芊，我都帮你赶走了，还留着干嘛？钱已经打到你卡上了，还是谢谢你在我想要轻生的时候拦住了我，让我报仇，双赢罢了。再说，
你是对付顾芊芊的最佳人选。我从林父书房里退了出来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直奔海边。你在哪呢？电话那头焦急地问。我自然是潇洒去了。我看着沙滩上的腹肌，移不开眼睛。你不要离开我。我才发现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很煎熬。以前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哈哈。可我更喜欢当你后妈。我挂断了电话，去享受着阳光、沙滩还有美色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